哎，今天下午啊，你突然接了个电话，招呼都没打就走了，什么事儿啊？罗维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叫我去一趟。罗维？他胃疼，而且发高烧，住在地下室里，臭烘烘的。真没想到，他现在混成这个样子。那他病成这个样子，他去医院看了吗？没有，他说吃点药就好。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其实，我今天去找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我觉得罗维早晚会是你的对手，而且他是我前男友，他信任我，我想要去帮你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。你心眼儿可真多。你看看，这个是他新设计的软件。他在山寨魔晶。罗维这臭毛病就是改不掉。你看他夹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魔晶里，想做第二个忽悠啊，他肯定成功不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次有点不太一样。这个软件设计得很丰富，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。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谢谢你。你就真的一点儿也不吃醋吗？我就算吃醋，也不希望你去做间谍。我愿意。彭总，我刚刚到您办公室找您，您不在。您现在在哪儿？我想见您一面。我人在外面，有什么事说吧。我刚刚收到苹果商店的通知，为什么要把魔晶下架？这个事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好，您回来马上通知我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。文总，出去。哦，这个文件很了解。滚出去！不讨论了，杨洋洋，给律师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发律师函。不能打，这人还没来齐呢，没讨论呢，你们都干什么呢？徐家阳，听我的呀！想什么呢？马上打电话去！不能打，听我的。你想干什么呀，徐家阳？你能不能改改你的脾气？你给我坐，冷静，坐。我冷静得了吗？10万火急，已经没时间了。你们俩都冷静一点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。反正我就是不同意，你反应过度了。我反应过度了，你呢？你这么慢悠悠的，
今天下班之前，如果我们不能给出回复，明天苹果再来通知，那就直接下架了。仗不是这样打的，你现在是让人牵着鼻子走，他就想激怒你，让你反应过度，最后自暴自弃。我们怕什么呀？我们不怕捷讯，我们不怕运营商。他们面对的是苹果商店，我们面对的也是苹果商店。我们首先要争取自己的权益，懂吗？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，自己的权益怎么争取啊？人家是一个虚拟的软件商店，他不负一点法律责任。现在捷讯运营商给我们出这么大一个帽子，定这么大一个罪，咱们怎么说服人家，让人家不给咱下架呢？那你说怎么给？这不是正想办法呢吗？反正咱不能明知道必败还打这仗吧？你觉得我们必败了是吗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已经觉得败了？吵够了吗？都注意点形象行不行？外头员工都在上班呢。出什么事了？早上接到苹果商店的通知，他们收到了2份律师函，一份是运营商起诉我们侵占国有资产，要求苹果尊重国情，让我们暂时下架；另外一份是捷讯起诉我们抄袭，剽窃了他们的创意。我的意思是，先委托律师向苹果商店做一个态度强硬的回复，首先确保不能下架。一旦下架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这可不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事儿。就算我们把全世界的理都占了，用户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我们。可徐佳莹就是不同意。喂，苹果商店要把魔晶下架，通知函你看到了吗？我已经知道了。那我过去找你。洛菲斯的人马上就到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互联网大会之后，我心里就一直犯嘀咕：悬在头顶上的这把刀什么时候落下来？现在终于落下来了。去哪儿？去魔晶开会。想到办法了吗？没有。那你跟彭总聊过了吗？彭总在外面开会。你要是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就不要耽误我时间了。现在去魔晶，是抱头痛哭呢，还是骂街？你在笑话我吗？我笑话你什么呀？你笑话我是个失败者。失败者？魔晶的股东是失败者。魔晶是公认的互联网奇迹，它刚出来的时候逼得运营商节节败退，只要你再给它3到5年的时间，它就可以打遍全世界，甚至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。你根本就不了解魔晶，你也不配当它的股东。我不配，你配吗？我是洛菲斯投资部的主管，你的领导。麻烦你在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不要带着敌意。好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必须保持一致。我们都是要保护魔晶的。不要再因为你的个人情绪影响工作了。
你愿意听我的吗？我听你的。Come on， 兄弟！兄弟加油！你好，我是洛菲斯大中华区的 MD 彭学武，我们可以聊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太方便。加油，兄弟！我知道这是家庭事件，要是没有生死攸关的事情，我是不会来打扰你的。非常抱歉。我出去一下。好。我希望你长话短说。好的，杰森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。魔晶是我们洛菲斯这几年最有商业价值的投资项目，你不能随便就让它下架。你作为一个苹果商店的主管，我们官司还没打呢，你就判定魔晶有罪，为什么？我们就不寒暄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彭总已经在和苹果商店的人做交涉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拿出解决的方案，和彭总打好配合。咱们的后台数据跟苹果商店显示的下载量不符啊！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苹果商店至少2天之前就不再更新我们的下载量了。你是说2天之前，苹果商店就接到律师函了？应该是。那为什么他们要等2天才给魔晶发通知书？很简单，想吃又怕烫。这苹果商店搞什么鬼啊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？要不要我黑进苹果商店去看看？你敢？这是违法的，违法的事儿你敢干啊？我就开个玩笑，我看大家那么严肃，我就觉得，咱们魔晶小小的一个公司，能让这几个超级大公司跟咱们翻脸，我挺骄傲的。你别说话了，行吗？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：苹果商店2天没有给我们更新下载量，也不通知我们，说明他们的心态就像高迪说的，犹豫不决，想吃又怕烫。魔晶毕竟是下载量排名第1的软件，如果我们下架了，对他们也是损失。所以要说服苹果商店，首先得抓住这个心态。
你接着说。运营商送到苹果店来的律师函写得很清楚，任何通讯必须获得牌照。作为一个跨国企业，对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法规要绝对尊重。我想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吧？你什么时候做的决定？下律师函头一天，我们有个正式会议。那就是昨天。可为什么从前天开始，魔晶的下载量就停止更新了？你们讨论了2天是吗？13天。作为一个优秀应用类软件，我们不愿意下架。事实上，我们公司员工手机都装了魔晶，大家都想晚点下架。那你们最后决定什么时候下架？律师函送到之后的第3工作日。彭总来短信了，苹果方面说，律师函送达的第3个工作日，魔晶必须下架，没有余地。那是吓唬咱呢。老大刚才不刚说了，咱们是应用类软件下载量第1名，他说下架就下架了。这个你们可能不懂，苹果商店是外资企业，他们非常小心，对于法律这块就是雷区，宁可不做这个生意，也不会踩红线。律师函一发，他们肯定会要求魔晶下架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彻底没救了？也不见得，除非出现对他们有更大诱惑力的东西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才是对他们有更大诱惑力的东西？我们现在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，我胡说八道。3个工作日后让我们下架。如果这3个工作日内出现什么奇迹呢？比如说我们的下载量再增加1000万，苹果商店会怎么样？还会让我们下架吗？3个工作日，下载量再增加1000万。这是世界第8大奇迹啊，仅次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。郭青年，你觉得温迪刚才说的有可能吗？有。3天时间，不能再长了吗？这个是公司的决定。首先，我希望哪怕只是3天时间，你们也应该恢复魔晶正常的即时下载量数据。这个可以。很好，杰森。如果我告诉你，魔晶要做一个技术升级，3天之内就会让下载量翻1倍，你会改变决定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也许。我是管软件的，魔晶下载量已经是奇迹了，升级一下，做几个补丁，下载量就可以翻1倍。你真有这样的把握吗？咱们可以赌一下。我不和你赌。我告诉你，所谓通讯牌照，在
在中国的法律上不包括语音信息传输的规定，也就是说，运营商给你发的律师函都是在吓唬你。其次，如果你们在一个巨大的用户量面前轻易下架，魔晶的官司要是打赢了，你们的信用度就会受到很大的质疑，而且到时候魔晶也未必再选择登录苹果商店。对于你们和魔晶都是重大的损失。杰森，我并不是要求你推翻决定，而且法律文书的往来会需要时间的，推迟几天下架，不影响你和运营商的关系。我恳求你，再给魔晶一次机会，让他证明自己。苹果商店已经恢复我们的下载量更新了。现在说说吧，我想知道怎么在3个工作日之内把下载量增加1000万。卢卡，你是管技术的，你说说。我说什么呀？他说有的，你问他。郭新年，你说话呀！什么意思啊？散会了吗？卢哥，把这个 U 盘打开。各位，这里面是魔晶的另一个版本，罗维做的。而且我觉得，没准罗维可以帮我们在3个工作日之内增加1000万的下载量。罗维做的？对。郭新年，这东西你哪儿来的？我给他的。我非常讨厌这个界面，弄得跟财务报表似的。但是清楚简洁。还有这个啊，抄的够彻底的呀，连联络人分组这种概念都抄走了。这一块咱们之前也是借鉴麒麟的，所以不能算他抄。行啊你，郭新年，现在都帮罗威说话了啊？那你给我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最重要的。他想把微博的功能加进来，这样魔晶除了语音传输的功能以外，还有微博的功能，它就变成了自媒体。之前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讨厌忽悠乱七八糟的胡乱加东西，跟大杂烩一样。你现在怎么也接受了？为了1000万的下载量，我们现在必须妥协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哥，你这是几天没出门了？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呢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好像有点发烧了。
这哪是有点儿，都烫手了，收拾收拾去医院。走啊！你得扶我一把，我腿儿软。我反对。罗威这个人不可靠。我觉得可行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罗威当做对手呢？如果他的方案真的可以让魔晶增加1000万的下载量，他就是魔晶的救星，我们应该请他来。同意请罗维过来帮忙的，请举手。纳兰，卢卡，这次真的得为难你了。要3天能做出来，你们做，我做不了。怎么这么大情绪啊？我烦他呀。咱们在高木咖啡出的事儿，我也一直怀疑跟他有关系，但就是一直找不着证据。从情感上，我跟这个人现在根本不想有任何关系。但是魔晶是大事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要是觉得实在接受不了，就当没这事儿。那就别请他了。我承认这个人是有点小本事，但是他不是好人，我就讨厌他。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他是温迪的前男友。所以你觉得我想请他来吗？想请他来这主意，我都把自己吓一跳。但是为了魔晶，咱们个人受点委屈又算什么呢？哥，电话。电话。喂。我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呢。谁呀，哥？好，我考虑一下。好。哥，谁呀？去叫个护士给我把针拔了。哥，你还没说完呢。我好了。你还发着烧呢，你别不。我好了。哎呀，那也不能了。哎，别！李奔腾来电话了。苹果商店对魔晶下架的事情似乎不太热情。外企非常强调程序，他们已经发函给魔晶了，法律文书一来一往也要几个工作日。这个李奔腾好像挺向着他们的。
救不了他。既然已经提出了法律诉讼，那魔晶肯定面临着先下架再打官司。这个漫长的过程，足可以拖垮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自己做个魔晶出来？打开看看。我这里有原始魔晶最早的架构设想，我还有一些他们写好的程序代码。招一个比较强的工程师团队，我们应该可以自己做一个出来。如果说打掉魔晶的话，那捷信就一家独大了，还有必要搞这个研发吗？不能这么想。我爸走的时候跟我谈了一下，他认为，如果互联网注定有一场革命，他并不反对，但是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得在我们手上。以中国现在的互联网环境来看，魔晶受追捧，山寨版的软件会蜂拥而至。我们竭尽全力干掉了一个魔晶，难道剩下的日子就要跟这些山寨版的软件打架吗？与其如此，不如我们自己做一个呀。我不反对啊，但是我担心，我们做互联网研发效率没这么高啊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香港总部的钱足够启动了。我爸早说过留话了，尽快把研发中心搞起来，需要多少钱我来开单子，他简单照付。哼，其实，移动互联网软件研发这么多年，我们也一直在投钱。但是这种事儿不是修汽车，你光靠人多没用，得想办法能找到像郭新年那样的人。哎，我有个妻子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先生好。你好，坐，你好，喝点什么？咖啡好吗？2杯咖啡。好的。坐。最近忙吗？还好。我这个人不太会说客套话，咱们直接聊正事儿吧。3大运营商告魔晶的案子，你怎么看？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，这就好像是3个成年人联手在一起在打一个小孩子。我个人认为非常凶险。如果魔晶倒了，你估计会出现什么情况？山寨版本会蜂拥而至，就像你做的那个。我做的是对这个软件的改造和升级，我不是山寨。好吧，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魔晶倒了，会有大量的山寨软件出来，这是可以预计的。我再组织一个团队，开发语音传输系统，你有兴趣吗？我想找一个熟悉魔晶的人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来做我的技术总监。这个位置很合适你。你已经认定了，魔晶必败，开始在为未来布局了。等着收尸的人不止我一个，但单纯的山寨，我没有兴趣。出于魔晶，要更胜于魔晶。麒麟只要最好的。
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，咱们接着往下聊。你有任何条件，都可以提出来。这么着急啊？这种事情通常不都是先考虑几天吗？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要考虑几天，你干脆别来了。IT 这一行需要的是侵略性，我们不需要老谋深算的人。不好意思啊。金总好，罗伟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马上派车去接你。我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想跟你谈。之前那些是非呢，我们就先不提了。我和运营商谈成了一个合作，我们准备做一个移动互联网研发中心。魔晶马上就要被干掉了，我们不希望有其他的山寨软件来干扰。你来，我们自己做一个，一切条件都好谈。承蒙金总厚爱，这样，我考虑考虑。好啊，我给你1刻钟的时间。那我就开条件了。薪酬我的要求不高，够我吃喝就可以。我要的是这个软件将来40%的股权，还有将来的研发过程中，我要优先的主导权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软件将来我说了算。我不会听你的，并且我要麒麟一点点的股权。你确定？我希望将来咱们之间是合作关系。我不是给谁打工，我是个创业者。哼，太苛刻了，我没法答应你。不着急，这种事情，我认为可以有几天时间考虑。我今天好忙啊！人在哪儿啊？我要见你，马上。你终于想起我来了。抱歉，李总，我突然呀有点急事儿。我得离开一趟，1个小时，1个小时以后我就回来，给您我的答复。您可以等我吗？当然。这点还吃饭？发烧没胃口。你说，李奔腾那边等着我呢。李奔腾？李奔腾找我了，估计是要跟我谈合作吧。我让他先等我一会儿，跟我面前演大哥，可以。等我喝完汤。你都这副德行了，还满脑子刺儿呢？我都满脑袋是刺儿，还让人欺负成这样。
知道李文腾找我干什么吗？嗯，弄死你！就凭你啊？就凭我弄不死郭大师吗？你去李奔腾那儿，充其量是当条狗替他咬死我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第一个死，你就是第二个，他们是不会把咱们这帮人放在眼里的，不狠狠戳他们2刀子，血都出不来。知道为什么吗？皮太厚了。老板娘，哎，给我拿2个酱白。稍等。你不是发烧了吗？喝什么酒啊？我高兴啊。有什么事儿说。温蒂给我看了你做的软件，我觉得是在魔晶上的一次质的提升。我现在需要在几天之内拿出一个足够好的升级版，快速的扩大用户量，以防苹果商店下架。所以我要你来帮助我。我想在你的软件基础上完成这件事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